Hello，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那么上一期视频播出以后呢，B 站的一些小朋友留了很多的言，也提出了一些他们心中的一些苦恼的一些问题。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觉得呢，古象也问到比较多。那么在这里呢，我来给大家重新讲解一下，就是我认为的古象是怎么去理解。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有些人是圆脸，有些人是长脸。那么你觉得这个圆脸、长脸一般都是我们的骨相所造成的？那么骨相一般我们从生下来是父母给我们的，一般的骨相从你年轻到你年纪老去的时候呢，一般都不会有很大的变化。那么其实脸部构成除了骨相以外呢，还有你的这个皮相，所以呢，我们化妆有时候呢又是化在这个皮相上的。那么骨相呢，同属于我们圆脸型，但是我们每个人会又有所不同。有些人可能圆脸型里面有下巴，有些人圆脸型可能下巴就比较圆，有些人圆脸型颧骨可能又比较宽，有些人的鼻子又比较高。所以呢，我觉得同属圆脸型里面，我们也会有所不同。我要再讲的就是骨相其实是可以通过我们的高光阴影的调整，让我们的颧骨也好，鼻梁也好，它的这种表现骨相的地方有所挪位，那么使得我们的脸部呢更加和谐。其实调整最重要，我觉得就是让自己的脸看过去和谐。我们可以根据今天的审美，我们在圆脸型里面去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比较美的这样的一种骨相的感觉。所以呢，化妆是可以通过明暗光影对我们的圆脸型觉得自己不满意的地方往好的方向去发展。所以呢，这样通过修饰以后，再通过我们表面的皮相的化妆，结合我的骨相，通过调整以后呢，我们就会变得非常的美。如果要对骨相再进一步解析的话呢，我在这里呢举一个不是很恰当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要造一个房子，有很多水泥钢筋的这个承重是不会变的，但是我们的软装是可以变的。我们的骨相相当于我们的承重的这个结构，皮相上面的化妆相当于是我们的软装，所以我们可以有中式的、欧式的、中西混合的等等等等。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化妆一定是要通过我们的皮相结合我们的骨相的优化，让自己的形象会变得更加完美。上期节目是视频播出以后呢，是关于一些 UP 主的一些中国妆的一些点评。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位叫博妞的 UP 主呢，他专门对我上次点评的一些问题呢，重新又做了一个妆。我上次说他的底妆可以再加一些质感的东西，让我们的底妆变得灵动一点点。所以呢，他专门针对我的问题重新再做了一个妆，而且用一盆水去检验它的持久性，所以倒在自己的头上，我觉得还是挺感动的。我觉得呢，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对自己的妆容的这样的琢磨还是很认真，然后针对自己的皮肤不断的去找到更好的一个方法。那么我在他的这个整个视频里面，我其中看到一个对于泪沟的这样的一个修饰，他是用了一个高光膏去涂，我觉得没有解决他自己所说的这里有一道的这个问题。那么以往我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除了用高光整体去提亮以外呢，会专门用一个亮色的遮瑕或者是粉底类的东西，针对它这条泪沟的地方去提亮。大家知道，因为我们眼袋也好，包括我们的泪沟也好，如果说你比较大的面积去涂的话呢，由眼袋鼓起来的地方，它也提高了2度，下面的皮肤也提高了2度，你的泪沟也提高了2度，这样去涂的话呢，等于说是还是没有去遮掉你这个泪沟。所以呢，要针对这个问题，应该是拿一个细小的笔，针对这个泪沟很精准的把它去提亮，让它提亮以后的颜色跟我们的上面和左右的颜色一致的时候，那么它这个泪沟才会消失。我们今天现场呢示范一下这个泪沟怎么去做，会可能比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好，现在呢，我向大家隆重推出我们公司的秀秀。那么秀秀坐在我这里，其实大家看到她整体的妆容都画得非常的精致。
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就是我平时看到它这里有一道泪沟的痕迹，别笑。那么秀秀，你确实是有一点点熬夜啊，形成了这个泪沟。你平时是怎么去解决它的？化妆上？我自己的话也看了很多博主的教学，然后我会用我们自己家的高光把这块青的地方都遮住。但是当我铺开以后和皮肤融合以后，这条沟还是一直都在的，就一直没有解决掉。对，其实他说的问题跟我看到博妞 UP 主他所做的这个也是一样，因为他提亮了以后呢，那条沟还是没有去掉。所以呢，针对这道沟呢，我们要用一个小一点的这个化妆刷，用我们的遮瑕膏去调到一个颜色跟它周边的肤色一致的时候的话呢，你把它提亮了以后呢，它这条泪沟就会消失。然后呢，这样我现在呢先拿的是一个我们的一个第一期故宫的里面的一个遮瑕，拿一个小号的刷子，然后我们来填。但是这个颜色一般呢会比较浅一点，因为你的泪沟的颜色是深的，所以要中和好以后，跟你的旁边颜色一致以后呢，你的泪沟才会去消失。所以呢，我在画的这个时候要调一个颜色，尽量接近它的周边的色彩。好了，看看这样是不是泪沟就会比刚才要淡很多，对不对？对，真的没有了。所以你以后化妆的时候，我刚才说，除了这一块高光整个面提亮以外的话，还是要用这样的一个遮瑕膏，然后呢，针对看了自己这个对着这个镜子发暗的地方，用很小的笔把这一块地方颜色去提亮，找到跟周边颜色一致以后，那你这条泪沟就会没有了，对不对？你看看，好吧，记住以后回去可以自己练练，好吧？好，好，那么刚才这个示范呢，大家看到就是眼部底下，其实通常为我们的卧蚕以及我们的泪沟以及黑眼圈，其实呢高光膏可以去中和减淡这个部分的一个痕迹。当然像刚才秀秀这样呢，它比较明显的话呢，我们还是要用遮瑕膏，用一支小号的化妆刷，很精准的去提亮，跟旁边的颜色变得越来越一致的时候呢，它这个泪沟才会消失。好，我解释完骨相以后呢，但是现实生活中呢，我们有很多女孩会一直在说，马老师，我怎么去判断我的骨相和未来在化妆中我怎么去做？那么如果说你对着镜子，你总能分析出自己是圆脸还是长脸。如果说你是长脸，觉得自己长在哪里不好看的地方，那么这些就是你需要去改变的一些地方。比如说，从骨相角度来说，最能代表骨相表现的地方是在我们的颧骨、我们的鼻梁，包括我们的眉弓，包括我们的脸型，还有我们三庭五眼的结构，这些位置都是跟你的骨相有关，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你觉得这些我刚才说的这些地方，如果你觉得不完美的，我们可以通过光影的修饰，让我们的骨相变得柔和一点。那么你有些人可能有很多女孩子说，马老师我很胖，我这里有很多的这个肉，就是也看不到我的骨头，我怎么去表现？再胖的人还是有颧骨的，还是有鼻梁的，还是有眉弓的。那么如果你是在化妆过程之中，颧骨是可以调整的，鼻梁的高低是可以调整的，眉弓骨的左右眉毛的高低，这些都是可以去调整的。所以说，除了这些去调整，在脸部，你觉得自己的结构不一定要非像画出瘦人的这样状态，其实胖的时候也挺好。你这里的胖跟你的骨相柔和好了，变成是一个和谐的感觉，我觉得你化完妆以后也会变得很美。
所以说不要的一味去看人家也很瘦，我很胖的人，我能不能做到像他这样？其实只要你把脸做和谐了，3庭5眼能够调整着一个比较和谐的状态，那么化完妆以后呢，你一定会比原来会变得更加的漂亮。还有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是在说，中庭长怎么画？那么大家都知道，3庭5眼，如果说接近，对于我们的脸的和谐度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有些很多人生活中的中庭比较长，那么中庭比较长给我的印象呢，就会造成人显得比较老成一点点啊。那么其实解决中庭长有几个地方，一就是你的鼻梁，我们现在很多人习惯于在鼻梁上面用高光。那么中庭比较长的人，你的高光的位置不要从眉头一直拉到鼻尖。如果高光是这么一条去拉的话，有时候会使你的中庭会变得更长。那么怎么做呢？主要是在我们3根的地方，短短的，就是在这儿到这儿一段，提亮两边融合掉。那么我觉得鼻梁就够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眉毛，这个眉头的起头问题。其实眉毛在我们五官里面是最可以变化的。其实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我像这样啊，你说我把这个眉头这样拉高，你觉得我鼻梁是这边长还是这边长？那肯定是拉高了以后，我的这边鼻子变得更长。那么我们中庭长的人呢，你就可以把自己的眉头不要过高提起来啊。眉毛提得越高，眉头提得越高，中庭会显得越长，有没有记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呢，中庭长也是我们的眼睛位置是造成的。那么以前有很多人在画眼妆的时候呢，说，哎，我现在流行只